我认为我的行云流剑这段表演，我不是想要观众感受剑有多锋利、多危险，我是想要给大家另外一种启发。在这个纷纷扰扰、斗争不断，甚至战争不断的时代，我想要让大家知道，剑不只是带来战争的一个兵器。它可以是呈现美，呈现和平，它可以带给所有人另外一种美感的启发。我现在是一位剑舞者，用身体舞剑表演全世界独创的一种表演。那在我成为剑舞者以前，我是一位火舞者。夜里的忘忧谷流动着火光剑影，这是剑舞艺术家蔡弘毅10年来不断蓄积能量、绽放出的璀璨光芒。然后我也很怕火，可是当我走上舞台，观众给我掌声的那一刻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个场域的神。然后也因为这个掌声，因为观众的注视，我就无所畏惧。到如今也是，当我拿着我的剑站到舞台上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感触。我没有师父，所以我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想象，都是我在梦中，或者是在每个睡前，跟每一个大师讨论的所有的想象，然后我把这个想象用我实际的手法，或是我去找。比如说，我从现代舞、武术，或者是武功，甚至到杂技，甚至我还参考过台湾的官将手的3叉戟的动作，去寻找适合或者是符合我想象的一个素材，然后我靠着练习把它练到我的剑舞上面。而我想把所有跟东方美感有关的东西，通通加进来。带着融合东方艺术形式的创新表演风格，蔡弘毅登上了世界舞台。就我来到美国达人秀，最感动的是，我10年前，当时第一次做表演的时候，我没有任何老师，我只能看着美国达人秀的影片，看着那些有一些舞者，有一些街头艺人，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了一段表演过后，2分钟过后，他的人生改变了。当时我就梦想着有一天能站到这样的舞台，但我虽然是梦想，但我没想说我能达到。而10年后的今天，我带着我原创世界的表演，我站到这个舞台上，在法国达人秀上面，我认为他们跟美国达人秀跟全世界很大的不同是，法国人比较浪漫，更能感受细节带来的细致感动。从我第一个剑互相刷开的瞬间，我舞动着3把剑，我做的第一个旋转动作，全场的掌声不是雷动的那一种，全场的掌声是慢慢的一点一滴的这样，然后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然后他们的感觉是，他们看着我每一个细致优美的旋转，他们就在掌声跟就在感动。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蔡弘毅自己也没想到，当年萌芽的梦想，竟让他花了10年的时间来证明。我的第一个舞台是学校迎新晚会的萤火晚会，在那个萤火晚会里，我第一次踏上了舞台，而第一次踏上舞台表演的项目就是非常危险的项目，叫做火舞。那个掌声到现在我都还忘不了，我就一直幻想自己能再一次的站上舞台，幻想，最后我就去实现它，我就带着火棍站上了当时唯一可能可以站上的舞台，叫做街头艺人。追梦的蔡弘毅从明志科大机械工程系休学，一心想成为表演者，但从小相依为命的妈妈却难以接受这个决定。我妈妈她希望我好好念书，对。那在当时的我选择了成为表演者这条路，其实与她的希望是背道而驰的，对。所以当时我面临非常非常大的阻力，
是我妈妈当然不支持我，更何况是当时我还没有去到这么多大型的舞台，更没有办法证明我自己有办法靠表演生存。她是几乎很少跟我讲话，她甚至看着我的时候都会带着一点失望的眼神。可是自从我拿到了全国冠军，拿到了一座又一座的奖杯，一次一次的出国，甚至登上了达人秀，上了节目，他开始从失望看着我，变成眼睛有光的看着我。他开始从不跟别人亲朋好友或亲戚提起我，变成会拿着我的表演影片，然后向他的亲戚或亲朋好友介绍他儿子的表演。从街头表演开始，到创立职业舞团，逐渐走向国际。蔡弘毅一路走来，不但把来自家庭的阻力翻转为证明自己的推力，也意外牵起了爱的缘分。当时在火舞圈已经很红了，因为他拿了很多火舞比赛的冠军，对，然后我就是他的小迷妹、小粉丝，所以就刚好有机会，他练习的地方就在我住的地方附近。然后那时候就常常去找他，然后就认识他，后来就在一起。当我们相遇，就会烧掉了。这个戒指，两个人都是互相的，你们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，然后你们会一起吵架，但是就是你包容我，我包容你，所以才有办法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，然后一起走到现在。就是他为了我，他做了很多牺牲，然后我也为了他，我就跟着他到处表演。多年的火舞表演看似炉火纯青，蔡弘毅却反倒认为自己卡关了，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里去。一个表演者，其实我们一直去面对的，并不是跟其他职业一样很现实的薪水多少钱，或者是你的能力达到什么地步。我们一直面对的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没有舞台。对，舞台，下一个舞台在哪里？他觉得我需要一把剑，去斩破所有对未来的迷茫。他跟我讲完的当天晚上，我就梦到了这把剑。对，然后我就梦到了我用身体在舞剑，我就梦到了现在所有我练习的动作。一觉醒来，蔡弘毅豁然开朗，全心投入行云流剑的创作。我就这样，我已经练得很厉害，火锅很会转，就刚开始练这把剑，每天击剑，然后每天都痛到不能睡觉，这样。我的这个剑舞跟别的剑舞最大的差别是，我不希望观众只是看着剑有多危险，或者是挥剑有多困难多重，我希望他们看着的是我与剑共舞，然后我平衡着剑，我在场上画出来的那份美。所以那个美的来源很多是平衡，而这个平衡它来自于我用身体每个部位、每一寸肌肤去操控这把剑，就是用大量负重的杠铃。现在两头是10公斤，有些时候在初期负重训练的时候，我会加到16到20公斤。好不容易练成剑舞绝活的时候，疫情爆发了，被群众包围的舞台也消失了。然而，一个多年来的兴趣，却在此时此刻成了蔡弘毅的救赎。我在每个夜晚当中，都用书法把我剩下的创作能量全部都用力的写进去，所以我的每一笔一画都很用力。而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，它会在疫情的时候，让我写的字被看见。并且在我没有收入的时候，它成为了我唯一生存的收入。写字当练功，书法即剑法。修炼的过程中，梦想的火焰不曾熄灭。所以对我来说，书法它代表的是生存，然后也因为写了这些字，这些创作，可以让我得以继续追我的梦想。所以我写下这个金色的梦。疫情3年过去，身上能扛起的剑也从原本的1把增为4把。我的梦想就是把这一个剑，台湾独创原创的剑，而我自己原创的剑，带到全世界。当世界看见了这样的光的时候，他们也能发现这是台湾发的光。
穿过层层迷雾，冲过无数险阻，属于蔡弘毅的梦想证明题，如今看来已有了答案。现在是网络的时代，我在每个舞台发光，都会被全世界看见。1次、2次，如果还不够让世界认识台湾，我就演3次、4次，我就演5次、10次，我就演100次。我要演到让全世界都能看见这一道光芒。